职场女性频频受挫，究竟触犯了什么样的职场潜规则？现在单位的经济条件差了，我们要裁员。职场女性又该怎样保护其合法权益？你用员工，你得满足人家工资福利，这没得说。本期老梁有看法：孩子和工作不可兼得吗？跟你探讨怎样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用冷静的理性温暖人间。我们不少朋友啊，大学毕业了，要到各个公司去这个应聘上班。那么人家招聘你呢，就可能给你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有的时候提的条件呢，你可能会觉得苛刻，有的甚至觉得荒唐可笑。说怎么提条件荒唐可笑呢？你看2006年呢，上海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有好几百家外企啊联合制定了一个规定，就说你应聘员工对女员工要进行一项检测。什么检测呢？叫孕检，就是要检查你怀不怀孕。他说这涉及隐私，再说生儿育女个人的事，他怎么会检查这个呢？哎，只要检查出你怀孕了，那不行，你不能来。其实这个道理呢，咱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都能明白。我作为企业方，我招聘你来了，结果你这时候怀孕了，来了之后没几个月，你这肚子大了显怀了，你得休产假得回去，你说我还得给你开工资，那倒霉不倒霉啊？所以有很多企业呢，索性在招聘的时候就把这一关卡住。甚至有的企业是什么呢？我连女的我都不招聘了，要招聘你来，那得看看你结没结婚，有没有男朋友，你得说咱们得签协议，什么时候你不能结婚，你得工作到多长时间你才能要孩子。所以你听起来这事荒唐，可深究起来呢，它有一大堆的道理。咱们现在不仅仅是说这些应聘上班的人，就是已经参加工作的一些女性员工，有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啊都左右为难，就说我是要孩子还要工作，有的时候你要了孩子，这工作就保不住了。所以说对于女性员工在这个孕期、产期、哺乳期这个3期期间的劳动合法权益的保护，是现在我们社会呢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说说有关3期期间妇女员工她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但是仍有很多公司注明不招女员工，即使是招女员工，也要在合同里写明几年内不许结婚生子，甚至出现有些孕妇因为休产假而被辞退的现象。在职场中遇到这种现象，女性应当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面对生殖还是生子，你会怎样选择？那我刚才说，不光是在这个就业过程当中，它存在着招聘时候的就业歧视，就说你是女员工我不爱要，哎，你这女员工我要你，我得签协议，哎，我得看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确实有不少的部门呢都是招聘了一个女员工呢，一般的咱签个协议，俗称的管这叫不孕协议，就说你在多长时间以内你不得怀孕。有的是结婚，当然大多数人是签不孕协议，一般这个协议都3年到5年，就说我招聘你来一回，在我的工作岗位上3年到5年以内你不能怀孕。说要怀孕了怎么办呢？那对不起，无条件辞退，这都得写到协议里。说你这是歧视，我不能接受，那拉倒吧，那你走人吧，你也别来了。那有的人知道现在工作不好找，可能忍气吞声就接受这个规定。去年2013年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辣妈正传》，里头就有很大的篇幅在描述刚才我们说这个情景。里边孙俪呢演了一个这个女员工，名字叫夏冰，在一家杂志社呢站前台负责接待。里头那个他的主编叫李木子，是由邬君梅扮演的。他这个故事情节就跟我刚才说的差不多。说参加工作了呢，到这杂志社来了，这主编说你可别怀孕呐，你可别怎么着啊。他说你放心，我30岁以前不结婚，我35岁以前不怀孕，行了吧？结果转过头他意外怀孕了。其实像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比比皆是。在2006年昆明有家商贸公司有一个特别滑稽的场面，就是出台一个规定呢，前面我们说上海的公司招聘的时候检查你是否怀孕，昆明这个商贸公司是呢每年定期检查你怀没怀孕，就不是说招聘时候检查，每年都得检查一遍。
说你要真怀上了，公司也挺大度，这么着，这个让你休2天病假去流产去吧，回来接着上班，听着还挺人性化。有的员工就说你这干嘛呀？这是我的隐私，我不能接受检查。那好，你不接受我检查，说明你怀孕了。哎，你怀孕了，我就不能用你。说真就是让你流产回来了，可以接着上班，但是呢，在你这个去流产期间，这个你单位的工资福利你不能享有。所以很多员工看这太不人性化了，有的一咬牙一跺脚辞职了。但是很多人觉得工作难找，咬着牙忍气吞声。就是电视剧里写那个场景，往往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女性员工容易碰到的。那么说这种做法合不合法呢？不合法。为什么呢？法律有专门的规定，就业过程当中要男女平等。这个男女平等的概念呢，是不能因为她是女员工就提拔了，拔高了录用标准，这是不合理的。而且在这个3期期间，就是我们说孕期、产期、哺乳期，单位不能以你不胜任工作了，你肚子大了啊，你这个原来你能干的现在干不了了，或者说现在单位的经济条件差了，我们要裁员，不能以这样的理由辞退女员工，就不能因为你怀孕了，单位就不要你了，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后来的劳动合同法里也对这方面做了特别细腻的规定。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共有16条，其中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并在附录中详细规定了女职工在经期、孕期、哺乳期等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规定指出，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呢是保护怀孕的女员工的合法权益的。但是咱们说这个保护归保护，有的人懂法。咱们看这个《辣妈正传》里边，这个孙俪演的夏冰就是利用劳动合同法保护了自己合法权益。你知道我本来是打算想让你做经理助理的，要是你坚持你这个决定的话，这个经理助理的位置恐怕我得另请高明，而且前台，你这个肚子大起来做前台显然也不合适哈。其实我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了。你考虑的结果是要这个孩子，你宁愿要宝宝，不要你的工作前途。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你就是这个意思啊。哎，你现在是一个前台，你以为你的职业是什么呀？你以为你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职务是吧？你知道外面有多少年轻小姑娘想削尖了脑袋进我们的时尚企业做前台？那如果你是我们的杂志，你觉得我们是希望看见一个邋里邋遢的孕妇，还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做我们杂志的第一印象呢？主编，根据劳动法，我如果怀孕了，你不仅不能开除我，还给我发工资，还要给我产假。我要是结婚了，还要有婚假。我算是晚婚晚育，所以还有额外的假期。你要是现在就找个人代替我，那往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这个职位你要发双份工资。还有孙小美她是新来的，你要是再找个新来的，很多杂事琐事恐怕在短时间内很难处理妥当。但是也有相当多女性员工呢，她对法律不了解，有的即使了解了，她拿不出这个时间成本。你说这都怀着孕呢，这人着急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呢，我还得跟你劳动仲裁呢，然后再走上法庭打官司，这个时间成本，包括这个人力、物力、财力成本，有点消耗不起。所以这个现象呢，往往很多时候呢，以女性员工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很多时候都是这种情况。那么呢，咱们说这个时候，即使是你按照现行的法律去和用人单位打这官司了，有的时候是用人单位呢，他还有很聪明的方式规避这个。招聘的时候是因为女员工歧视，你告诉他，那好，那索性我不是因为你女的，我挑你别的毛病。哎，你学历不够，哦，你学这个的可能不太合适啊。我看你这个人是水瓶座的，可能不适合工作。你是 AB 生选拔，
现在什么理由都有，就他不见得在招聘的时候就用女员工这趟线卡你，而且即使你参加了工作了，真出现了怀孕这种情况，这个单位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整你，不会脸一抹你就走吧，往往不这样。他用什么方法呢？我挤兑你走。怎么挤兑呢？比较常见的就是先孤立你。大家都听着啊，你们要恋爱、结婚、生子，那是你们的人身自由，我没有权利阻止。郭夏冰啊，你要是结婚要举办婚礼的话，我的那份请柬你可以省下，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去不了。这什么意思呢？孤立这个孙俪，就是在单位一下子你成了二等公民了，受歧视了。这是一个办法。第二种办法是什么呢？我索性我用各种手里的权力，我来调动你。怎么调动呢？这个岗位你不合适了，给你换一个岗位。这个有的时候啊是比较坑人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单位工作呀，咱这得听领导的。咱们这个国家有个特点，一把手的权力很大，有时候还你说相关法律约束的权利不能完全约束到位。那因为你在单位里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如果这个掌握着权力的人他说了不算，你不听他，这单位也没法运行了。所以调动每个人的岗位，你适合干这个，你适合干那个，你提升，你这个降职，这都是领导的权利。那么有的时候领导因为你怀孕了，你不胜任这，我给你换个工作吧，你也说不出啥来。可是换了这个工作，你可能更加不胜任，更加难受，甚至呢是有意给你穿小鞋。这种事儿在生活当中可以说比比皆是。以前2007年的时候，在江苏发生过那么一个事儿，后来打官司了嘛。这杨女士呢，就是兢兢业业的给单位干，干到30岁，怀孕了，找领导说我怀孕了。领导也没说什么，行，你接着上班吧。但是你怀孕了，你原来那活一个人干不费劲了吗？这么的吧，我给你配个助手，你手把手教他，万一你休产假了，他能替你干呢。这是杨女士想很正常，人之常情，带着他吧。带了没有1个月，领导就通知了，说你呀，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呢，不适合干原先的了。我们这人性化也不能说怎么着，跟你商量商量，这样给你发4个月的工资和福利，你呢就回家吧。其实就等于辞退他了。要是说这可不干，这我凭什么没工作？我给单位这么些年了。那好，单位领导说，你既然不同意这个，你这样，你现在呢也干不了原先的位置了，我给你调个工作吧。上哪儿呢？你到单位前台去，到那站着去吧。前台在哪儿？在门口呢。这个门口正对着个餐厅，天天油烟都熏过来，这对胎儿发展是不利的。而且旁边有一个激光打印机，你天天你在这看打印机，我们都知道激光打印机的辐射是很强的，甚至有可能造成胎儿的畸形。他这么做是啥？我没有辞退你，但是我想方设法逼你走。这杨女士就遭了罪了，连这个气带站在心里头窝囊，但是工作环境恶劣，没几天都病倒了。病倒等回到家歇2天再上班，一看连这个办公室都进不去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说这个可能咱们电视机前很多的女性员工，即使你没经历过，也可能看到过，就是单位的领导要给你穿小鞋，老板要想法整你，他有的是办法。而这些东西我们很难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俗话说得好，端人家碗受人家管。所以现在弄得有很多的这个女性员工啊，好不容易有份工作，不敢说自个儿怀孕，甚至什么呢？不敢说自个儿结了婚。这不有一种社会现象叫隐婚吗？这隐婚就是我压根儿我这个结婚谈恋爱不敢吱声，甚至2口子都在一个单位都结婚了，不敢让老板知道，怕一旦让老板知道，完了，老板就不要你。老板要求有的工作呢，你这个独身可能工作起来更方便，尤其女性员工一结婚就琢磨相夫教子，不好好干工作，再过2年一怀孕生孩子，我用你白用了。有的单位非常滑稽，就说我人性化，我允许女员工结婚呐、怀孕，但是得什么？得摇号。就有这么一个真的例子，咱就说北京这个没车牌子人摇号，说怀孕也得摇号，这单位女员工特别多。领导说这样吧，
把大伙儿这个你不想结婚吗？想生孩子的好，把你名字弄好了，每回摇一次，多少个名额，摇中号的你就有权利这生孩子，没摇中号你再等等。你看本来这是结婚生孩子，说我要生孩子，要不要孩子得跟自个儿老公商量，这变成跟领导商量了，这都哪儿跟哪儿的事呢？所以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很多人他从自己的生活角度考虑，就是在现在这个企业保护员工合法权益不够的情况下，怎么样两害相权取其轻。我说到这儿，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咱们现在这生活有时候挺纠结，为啥？你看这个法律制定的很细，你翻开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哎呦，那对员工的权益保护的非常周到，谁也不能说咱们这立法层面不够完善。可是实际情况呢，你会发现呢，一旦用到这两个法，往往是司法成本特别高，打官司打不起，费时又费力，而很多人无可奈何放弃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自己权益受到侵害了。而且你发现尽管法律这么规定，可是违法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比比皆是。那咱们今天呢，就得用这期节目给大伙说说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首先有一点，我有我个人一个观点，就是眼下中国的就业状况，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缺乏彻底执行的土壤。就是你注意，如果这个社会有一项法律通过了，可是事实上呢，大多数人还不遵守这法律，一定是这个法律有问题，说明这个法律不适合眼下的社会，说明这部法律想要解决的问题他自己做不到，他必须得有其他条件，这个法律才能管用。你看我前面说，为什么说一签不孕协议签3到5年呢？说这要真是就为了考虑自己利益，企业那肯定是谁干事做生意都想挣钱，不能说我看你怀孕在家待着，我白给你开工资，我受损失。那你签长点，签10年8年吗？为什么不签10年8年呢？女员工在企业中仍旧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入职要产检，怀孕要摇号，一旦不慎怀孕，福利没有，工资减半，甚至可能丢掉职位。这让很多职场中的女性都不得不选择隐婚。面对如此局面，你会选择做全职太太，还是步入职场？而职场中的女性又该怎样保护其合法权益？所以这就反映了一个问题，有人提出来，企业你完全可以人性化一点，你这个怀孕的员工照顾他合法权益，给他工资奖金都给，这不显得人性化，企业就有凝聚力了吗？从长远来看，你损失眼前利益，但你将来一有凝聚力，这不利益就上来了吗？可是问题，你听着说着好听，为什么很多企业不按这来呢？是我们很多，尤其是民营企业、私企，根本就没考虑往长了做。为啥呢？我们企业生存的环境有时候给逼的，你想往长了干都干不了。咱们有很多地方，你就比方说开饭店，像这样的，这个饭店没火罢了，一旦要火起来，你看有的执法部门、工商啊、税务全盯上了，上来了，挑你这毛病，挑你那毛病。再一个，我们税务部门，中国的税负是比较重的，尤其私企的税负这个税那个税。最近这1、2年呢，中央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你们让营业额多少以下的免交增值税免交营业税。他意识到，只有让这些私企呢能够真正有活路，这个社会才能发展起来。私企不仅承担着大部分税收，还承担着大部分就业呢。你把私企这活路逼没了，这就业解决不了了。虽然说我们反就业歧视你不让你这不你那样，你得保护权益，可如果你逼的企业自己都活不了了，连就业都谈不上了，还哪来的就业歧视呢？所以眼下我们是这个法律颁布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没有执行土壤呢？是企业本身的利益都难以保障。所以我说，根据我们现在的就业情况，像我刚才说，对这个妇女3期期间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力，它直接说明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对企业权益的保护是出现了问题了。企业是创造财富的，政府工作人员是分配财富的。如果这个社会很多人，包括精英分子、青年学生，都想挤进政府部门去分配财富，那这个社会一定财富增长会出现问题。咱们看每年公务员考试，那人乌泱乌泱的，那就直接说明问题，就说明我们国家对企业家精神塑造不利，对企业家本身保护也不利，很多政府官员对企业的重视程度也不够。中国依然是个官本位国家，掌握的权力可能比
干企业去创业更加受人尊重。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往往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当然国企不在我说的范围之内，往往私企民企在这方面并不受社会的重视，所以他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你怎么能指望他在不挣钱的情况下跟做慈善的去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呢？所以我为什么说劳动合同法在中国缺乏执行的土壤，主要一个层面在我刚才说这。那么说这个问题在现在中国局面下能不能得到解决呢？有办法。怎么解决？我就拿具体例子，比方说这个女性员工，人家正常工作，你该给工资、奖金、福利，这是企业必须承担的义务。因为企业责任里边就有一条，你用员工，你得满足人家工资福利，这没得说。那么说这个女员工一旦要怀孕了怎么办？这里头就有个协商机制。其实正常情况下，我认为女性员工怀孕了，她的用人单位负担的基本工资就可以了。她什么活也不干，这时候怀孕了，你让单位再给她拿奖金，这个不好。为啥？由私企来背这笔负担，她就得想办法转嫁出去。她确实有时候也背不起。我认为最合理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女性员工怀孕了，她上不了班了，用人单位是不能辞退她的，这是不可以的。等到她休完产假，她回来上班，岗位给她保留。那么在她怀孕期间3期这个时间，她的工资福利应该谁来拿呢？我认为应该由政府出一部分，起码要跟企业协商。就是因为你管这个是带有公益性的，你说让女员工不怀孕，这不人性化，这是人的天性，也是社会延续的必要条件。那么这个时候政府应该把这责任担起来。你从企业收了这样的税那样的税，应该在里边把员工这种公益特征的福利给担负起来。就是她怀孕期间她的工资她的福利应该由政府负担，起码要负担一部分，跟企业建立个协商机制。这样的话企业负担减轻了，他也愿意把这岗位给你留着，当然他不能辞退你，这是企业的责任。就是我们现在是呢，政府制定了这法律之后呢，一推把责任全推到企业那儿了。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反正你就死活就你企业担着吧，这个是不合理的。像女性员工怀孕这是具有公益性的事业，他不能都由企业去承担这个负担，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他就像我们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一个孤寡老人没人管的话，那政府必须得管，这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它是具备公益性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酿成社会问题，最后的成本还得由政府和社会去负担。所以我说现在要解决的话，我认为劳动合同法应该进一步出台细则，包括劳动法这些法律，就是改进这方面，女性员工怀孕期间她的工资福利应该由政府和企业去协商。具体多大比例，这根据当地政府的财政实力，根据当地企业的发展。你比方说东部地区，那么企业有钱可以多负担一点，西部地区相对私企要困难一些，那政府多补助一点，补助这个钱可能加大对西部这些地方部门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来解决这个问题。眼下媒体一报道，上嘴唇碰下嘴唇，企业缺德，女员工怀孕1分钱不给，还要辞退什么？你单骂企业，骂的再怎么着，人家得挣钱呢，人家不能亏损呢，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你用道德去绑架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容易陷入道德的怪圈和法律依赖症。所以这同时也告诉我们电视机前观众一个基本道理：法律绝不是万能的。有的人以为某个领域出问题，确立一部法律，那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其实不可能。法律只保了一个社会的底线，如果你其他的管理各方面出现很大问题，法律兜底是兜不住的。就正如我们过去看封建王朝，就是你很多地方做的不到位，你指望一部法律把事情都解决了，不可能，这叫真正的法律妄想症。所以我觉得在保护女性员工合法权益这层面，我们现在的法律有必要做与时俱进的改进，有必要政府在这方面肩负起一部分责任，起码要跟企业建立一个长期共同的协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讨薪为何要如此艰难？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跳楼讨债，以命讨薪，方式为何要如此极端？到楼顶上还不给我钱，我就跳下来。寻求法律还是忍气吞声？工资到底该如何讨回？真要是有办法，你记住，人是不会走这条道。用冷静的理性温暖人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河北卫视老梁有看法节目。
今年3月10号，在新疆拜城县出了件事儿，在当地县医院的施工工地上，有4名女性农民工爬上了建筑工地30米高塔吊的顶端。30米高意味着有10层楼那么高。然后他们在塔吊顶端向底下喊话，就是如果不把他们的工资加上28名同乡的工资给付齐了，他们就从这顶上跳下去。这毫无疑问，这又是一次以命讨薪的事件。就是这个建筑工地的老板呢，欠了他们钱，拖欠了很长时间没给。这个时候呢，惊动了当地政府，赶紧派出消防队员来营救。但是这4名女性农民工说了，你们要敢靠近，我们就跳下去。下面说你先下来好商量。上面这4位说呢，我们不见着钱，我们坚决不下去。反正到一定期限之后，这钱没拿来，我们就跳下去，我们也不活了。结果这个建筑工地的老板赶来了，最后是经过8个小时的时间，总算把这个上面这4位加上28个同乡，总共32个人的钱欠他们的工资凑齐了。这时候这4位女性农民工才同意下来，可是在上面待了8个小时，已经都没体力了，下来之后赶紧送医院去。你看像这样的我们以前叫恶性讨薪事故，其实就是以命讨薪。到楼顶上，反正不给我钱，我就跳下来。这种情况呢，2003年以后呢，我们国家是着力在这个清理了一下这种恶性讨薪事件。对于很多的这种施工单位呢，都给予严格的要求。在那之后，整体上来讲呢，恶性讨薪事件呢得到了遏制。农民工是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权的，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来进行定罪量刑呢。这是2011年的5月1号起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8当中被新加进去的。那么今天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解释呢，会从2013年的1月23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正式施行。这一司法解释针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所涉及的术语界定、定罪量刑标准、单位犯罪等等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标准。就是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个情况初步得到遏制，但是远远没到绝迹的程度。你这几年我们翻开这个新闻报道，经常能看到类似的事件。虽然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还依然存在。2014年1月5日，甘肃兰州6名农民工爬上一座大楼，欲跳楼讨薪。2013年5月，临沂包工头为讨薪以命相逼，多次追薪未果，反遭毒打。2011年8月，三亚4名工人以命讨薪，40米塔吊僵持20小时。2011年11月，新疆哈密2名女子徒手爬上25米高的塔吊，大喊还我工钱。那么在法律面前，为何还有些建筑工地老板心存侥幸，恶意拖欠工资呢？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在建筑工地呢？这是有它的行业特点的。因为我们国家呢，正常来讲呢，建筑工地工程款的结算呢是按照工程进度来的。就是你今天你把地基挖好了，我给你钱；明天呢，1层楼盖起来给你，然后一点点来，按照进度来。有的甚至呢还不按进度来，就拖欠。就说白了，就是产权单位呢拖欠施工单位的钱。那么这个施工单位呢，有很多人说这包工头啊缺德呀，欠钱。有时候他也没办法，施工单位为了拿下这工程呢，就得往里垫资。垫这些劳务费不用说了，有的时候连包工包料，连料的钱他都得垫。你比方说这水泥的钱呢，建筑材料钱，他都得往里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由于是按照工程进度给钱，甚至拖欠，那么为了减少前期投入的压力呢，招来这些农民工工作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约定，就是每个月呀，我给你点生活费，少的100、200，多了也就500、600。然后等到年底呢，或者说人家工程款一次性都给我结算了，我再给你们钱。那么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施工工地的老板呢，就想这个欠农民工的钱，而是他也没办法，他也得等人家给结算。就说在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利益链条当中，农民工是在最底层，上面任何一个阶段出现纠纷了，最终的成本都要传导到底下，让农民工承担。所以也就是建筑工地呢这种不合理的结算制度，造成了建筑工地往往是
恶意欠薪、恶意讨薪经常发生的地段。那么经过我们政府的大力治理呢，到现在可以说呢，建筑工地里边这样的事比过去少多了。可是这种呢恶意欠薪呢，却开始向制造业呀、中小企业这个方向蔓延。现在在这些领域之内存在着不少恶意欠薪的情况。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欠薪已向制造业蔓延波及，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务等行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拖欠工资问题明显增多。2011年，人社部门责令用人单位为533.5万名劳动者补发工资等待遇155.1亿元。2012年，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为622.5万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200.8亿元。2013年前11个月，追发工资等待遇223亿元。那么，面对欠薪的蔓延趋势，讨薪的道路上到底有多艰辛呢？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得说，有句话叫冤有头债有主，说欠钱你就找他要呗。你说你这玩命干嘛呢？你为这事送了命，为那几万块钱丢了命，你也不值得呀。其实啊，你要说这话就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有的农民工很可怜，一年到头出来辛辛苦苦的，舍不吃舍不喝，攒俩钱他都是有用的，回家孩子上学、老人治病等等等等，这点钱就是他命根子。你说这个干了1年2年挣不着钱了，怎么回家？这是。再一个，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确确实实，这种方式往往比走法律程序管用。走法律程序可能漫长的打官司，农民工也没那个时间成本，也没那个钱。那么他通过这种方式一下把事闹大了，当地政府介入了。这就是咱们的一种维稳思维，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只有把事闹大了，相关部门才能更重视，那老百姓害怕了，他们就承受到了政府部门压力，赶紧该还钱还钱。所以就是真要是有办法，你记住，人是不会走这条道的。所以咱们这期节目就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冤有头债有主，为什么他们不采用正常方式，反而用这种极端的以命讨薪呢？那只可能有2条，第一个是不知道上哪儿说理去，第二个是找着说理的部门发现也没用。那么咱们这期节目，我先把这个最终我们的结论告诉大家，就是咱们欠薪的时候绝对能找着地方说理，这是肯定的。但是你找到说理的地方，不见得就100%的管用。咱们把这个程序给大家理一下。首先一个，你说拖欠工资，拖欠工资，什么是真正的拖欠工资？咱们现在的工资支付管理条例里边有规定，按照我国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中规定的，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就是工资呢，是必须是劳动者和用人方双方在约定的日期之内，在这个日期支付。每个月呢，至少要支付一次。如果假如说呢，你支付那天呢赶上是休息日，那好，串到前面那个最近的工作日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工资发放的一个标准，按月发放。就是每个月结一次，双方约定好日期。你像有的单位是5号发工资，有的公司10号发工资。你一般来说呢，都压1个月。就说我3月10号给你发的钱是2月份的工资，我4月10号给你发的钱是3月份工资。这种发放方式，这不是拖欠工资，是很正常的。那么根据劳动法第50条也有规定，就是一定要按月发放。这个按月发放的概念是什么呢？就说我这月10号发上个月工资。什么叫按月发放呢？如果假如说你这个月工作已经完成了，再拖欠下一个月1整月没给你发工资，这叫拖欠了。也就是说你2月份工作都完成了，结果到3月31号都没给你发工资，这就是拖欠了，违背了每月至少发放一次的这个基本原则。所以说这种情况叫拖欠工资。当然拖欠工资呢，不完全是无故拖欠、恶意拖欠。咱们这方面呢，法律呢有一些规定。劳动部对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中明确说明，无故拖欠指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付薪时间未支付劳动者工资，
不包括用人单位遇到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无法按时支付工资，用人单位却因生产经营困难，资金周转受到影响，在征得本单位工会同意后，可暂时过期支付劳动者工资。延期时间的最长限制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各地情况确定。其他情况下拖欠工资均为无故拖欠。你看我们刚才看了这规定，我再举个例子吧。2008年汶川地震，整个这北川这个县城啊都毁了。你说这个时候还上哪儿开工资去？都乱成这个样子，这地震损失太大。所以这种极端情况出现呢，它不算恶意欠工资。恶意拖欠工资和无故拖欠工资，它是有一定标准的，就带有很大的主观恶意。你看，咱举个例子，这个前几年啊，在浙江建德有一个纺织厂，有金女士呢在这纺织厂工作，结果呢这个月工资没开，下月也没开，就找这个姓蔡的老板，这蔡老板说我现在资金周转出点问题，马上就给你们了。结果接下来就开始连着拖好几个月，这些工人一看每天也都缝衣服缝裤子，也都有活干，他有活干就有进项，就有收入。生产状况是正常的，大家都知道了，反正欠一点肯定会发。我打电话跟他讲，他说会发的，再等等。问他什么时候发，他讲再坚持几天马上会发的，他讲。他肯定是有点问题，那你要硬找老板要，你说把这事儿厂子最后真给弄黄了，咱不干活，这最终咱也没地方挣钱的。所以就这么的，这些善意的工人和金女士一样，一忍再忍，结果忍到最后，这蔡老板跑了，就等于他们欠了半年多工资，加起来这些50多万就没给。所以这种情况，他就属于无故拖欠工资，就我们说的恶意欠薪。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条，如果你这用工单位呢是合法的、正式注册的，你先要去找所在市区的劳动管理监察大队。到劳动管理监察大队，你带着身份证和你跟公司签的合同，当然你不签合同，说我没签合同也不要紧，劳动管理监察大队也会给你立案。立案之后呢，他就会派人到你的工作单位调查怎么个情况。调查完之后，确定确实是无故拖欠工资了，他就要对这个所在用人单位通知他，你这事儿不对，你得马上给工人开工资，我们给你从中调解。如果你做不到的话，我们处罚你，拖欠多长时间，我们再处罚你多少钱，相应的啊，这有个比例的。这是劳动监察大队该干的事儿。有人说那有劳动监察大队就行了呗，那远远不够，劳动监察大队绝不是万能的。我刚才说得是合法的用工单位，就是你跟他形成劳动关系。假如你这个站在马路牙子上，说我挂大白，有人找你过来跟我干活吧，你没有形成正式用工关系，他用你他也不是正式注册的公司，这个时候劳动管理监察大队他就管不着了，就只有是正常的合法的关系他能管得着。你看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浙江建德的例子，就劳动管理监察大队来了，一看这种情况呢，老板都跑了，劳动管理监察大队只能是有处罚权利，但是他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利。就说把你这厂子封了吧，不动产先封住、冻结，银行资产冻结，然后再什么呢？他没有这套强制执行的。你要就是老板脖子一梗，我就没有，劳动管理监察大队也没办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浙江建德那企业呢，这蔡老板还跑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劳动监察管理大队已经管不了了。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如果这个不管用，找劳动仲裁委员会。到劳动仲裁委员会，你带着你的基本资料，他给你立下案，然后他展开调查。这里边呢有一套相对细密、略有点复杂的流程。我们的编导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短片，你看一下，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是什么样的程序。劳动保障当事人提出仲裁的，应当从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1年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2. 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决定。3. 仲裁庭应当于开庭5日前将开庭时间、地点的书面通知送达当事人。4. 仲裁庭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应当自组成仲裁庭之日起45日内结案。5.
仲裁庭处理劳动争议应先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根据协议内容制作调解书，调解书自送达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6. 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7. 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和裁决书，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刚才我们看了，到劳动仲裁委员会转这一圈，然后呢，把相关的事项定下来，劳动仲裁委员会一定义，这是无故拖欠这个工资。好，这个时候呢，他就具备了一定的处罚权，他勒定你这个公司必须给工人支付。可是问题是呢，像我们刚才说那个，这个蔡老板跑了，没钱支付，你也找不着具体人了。到这时候怎么办呢？劳动仲裁委员会的使命就走到尽头了。接下来这个事就得通过法院了。你得走司法程序，把这人找到，或者把他原来的不动产封住，来给大伙发工资。随后，夏双凤等人向建德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博雅家纺有限公司的厂房是老板蔡成租来的，唯一的财产就是公司里的一些缝纫机，价值也不过是几万元钱。现在要回拖欠工资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找到老板蔡成。经过建德市法院执行庭法官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在2011年底锁定了蔡成的行踪。他有可能在绍兴，那我们把这个前台法庭的这个干警就在这个工人陪同下到这个绍兴当地去找了，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之下，把蔡成找到了。老板蔡成终于找到了，员工们也松了一口气，这下被拖欠的工资终于可以要回来了。可是蔡成的回答让人非常失望，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真的没有钱。那么员工们该怎么办？有的人说找法院也没啥用，有的时候那个执行力说执行也不执行，还有的说这玩意儿都是民事纠纷，最后能把他咋的？你再恨他也没用。那可不是那样。在2011年呢2月份的时候，咱们全国人大通过了刑事诉讼法第8次修正案，里边已经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这一点造成恶劣后果的单拿出来的，不再是民事惩罚范围，改调整到刑事范围当中。去年2013年年初的时候，又进一步说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最高可以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11年2月25日，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8中，出于加强民生保护目的，加大对一些严重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惩处力度，将部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纳入了刑法调整范围。2013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了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所涉及的术语界定、定罪量刑标准、单位犯罪等问题也进一步做了说明，最高可以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就是已经把它呢并到什么程度？并到了刑事调整的范围之内。就你弄不好，我这最后判你，这不是说你赔钱呢，或者什么民事惩罚，拉倒，不是那概念。所以最终呢，通过司法手段找到了姓蔡这老板，判了他有期徒刑1年0.4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而且勒令用不动产其他方式来给这工人开付50万工资。这个姓蔡的老板是杭州第一例因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被判刑的。毕竟这个事情确实是自己对于这个法律意识认识不够就确实是自己造成这个很多的这个工人会现在如果说没发生事情还好，万一发生事情的话，这个事情会是比较严重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法律仲裁下来以后呢，就认为自己还是不冤枉，这个欠工人的工资呢，还是要去，哪怕是出去了，自己吃苦点，用苦点，就是还是要把工人工资去支付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应该说对这个很多恶意拖欠工资的这一方产生了很大的威慑作用。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
走这一套程序下来，不见得很多时候都痛痛快快解决问题。你像咱们刚才说这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它里头有很多限制条款，就说得是在政府啊勒令他给开付工资，他还拒不支付的。如果他要在起诉前呢就把这个工资给支付到位了，那可能就判他无罪了，就免于刑事处分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依然有很多的欠薪的老板呢，两害相权取其轻，说我是让人告我重要呢，还是我现在马上拿钱？我现在拿不出钱来，或者就有的黑心老板就不想给这钱，希望呢把这个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给你拖到底。所以这个刑罚在这些人面前显得还是轻。所以在今年这个两会期间呢，有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来，要修改这方面，把拒不支付劳动罪、劳动报酬罪这一块再提升，给他升格，各方面的处罚再加重，要不然不足以遏制这种状况。他说这个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你看前不久网上曾经有人，山东的一个劳动者，他晒出个单子，就说我这些年呢，最早他们欠我1700块钱工资，我为了要这工资，我把监察呀、仲裁呀、上法院程序都走下来了，结果到现在我这1700多块钱工资也没拿下来。可是我在法院判我赢了，结果这几年2年的时光搭进去了，结果我多花了不少钱，我花这钱跟我讨回那工资比，那简直工资还没要回来，那不成比例。那1700多块钱我怎么着一个月也挣回来了。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事实经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的时候法律它真的不是万能的。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呢，存在着很多恶意欠薪的现象，有的时候你都诉诸法律会存在很大问题。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农民工，他为什么要爬到塔吊上面以命讨薪？如果他走这套程序的话，你想想这个程序是相当漫长的。咱不说各个部门说是效率低下，说互相推诿，咱就假设这些都不存在，就是一心的为你农民工办这事儿，你把这套程序走下来，没几个月都下不来。可这几个月时间他跑了，或者他在那跟你拖能拖起，农民工呢吃什么喝什么呀？谁养活他们呀？家里人还等米下锅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跟你打着官司，我得吃得喝，我得挣钱去。所以真走这个司法程序的话，这个成本是太高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农民工讨薪根本不去想走这司法程序，有的时候他们是不知道有这个，再有的时候是知道找了也没用，起码对他自己来说没用。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虽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后，引来社会一片喝彩，然而恶意欠薪入罪出台将近3年，许多地方立案率仍为0。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关恶意欠薪罪的规定设定了严格的入罪标准，不仅要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而且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这样的情况，2014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就建议修改刑法第276条，完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让我们的法律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呢？所以当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咱们政府有必要加大对农民工这些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你比方说律师得有这样的免费给他们去打这官司，帮助他们尽快的缩短这个过程。但是再怎么缩短，对于农民工这样弱势群体来讲，打这样的官司往往都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那么我们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呢？不能仅仅宣传农民工不懂法，不知道找监察大队，不知道找劳动仲裁，不知道上法院，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认为要解决这问题，要从源头上解决。咱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建立了保证金制度，就说假如我干这个工厂，我要招多少人，我建筑工地我要招多少人，根据你招的规模，你相应要上缴保证金。这个保证金就是万一你这会开不出支了，用你保证金的钱来给这些农民工开支。但是保证金制度呢，不能机械执行，它一定要配合呢定期的监察制度。这个监察制度呢，就是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或者说劳动管理部门，要按照一定时间到这个工厂啊或者施工单位来查一查你们欠农民工工资多长时间了，
如果真欠多长时间，到底存不存在拖欠状况？因为我们有一个常识，你看欠1个月半个月的呀，这个好像不难解决，有的时候真倒短倒不出来了。所以这时候有的农民工一看没钱了，拿菜刀找老板，到激化矛盾了，他可能欠你1个月半个月就给了，谁都有为难的时候。假如说要欠薪超过2个月3月，你记住，那给的可能性真就不大了。所以为什么咱们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呢？他要不是恶意欠薪的话，欠1个月他会想办法补上，真要欠3个月，咱们就说这个狮子多不咬，债多不愁了，他不在乎了。所以这个时候保证金制度只能保证农民工可能1个月2个月的工资，他又拖欠长了怎么办？在这个之前一定要在这个萌芽出现的时候，咱们的劳动管理部门直接介入，来调查一下你确实存不存在欠薪状况。一旦要欠薪有超过2、3个月危险，要及时叫停，要更早的去介入这个过程，避免最后出现后果了，在后边擦屁股，最后擦不干净，弄出一堆问题来。所以说，任何社会问题都不是单纯的法律的意志文书就都能解决的。最好的一种状态是不要等违法犯罪现象发生，在萌芽状态当中就给它遏制住。所以我说，这种劳动管理监察制度和保证金制度的双管齐下，才有可能在源头上遏制住恶意欠薪的现象，才能更好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